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所以这一边讲 linear operator， 好，那理论上就是要让各位了解整个空间里面的结构，嘿，包括被 operator 计算的这个向量，那还有算完以后的向量啊，种种的一个空间结构的变化这样哈。那我们来看一个哈，这个 sum of 这个subspaces， 好，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是告诉我说，我准备要把一个向量空间把它解构成其他的这一个子空间的一个这个组合这样嘿，那就有点类似我们前面的那个什么 tensor product， 把低阶的空间呢把它构成更大的一个高空间的结构出来这样哈。好，那我们在这里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就说假设说我现在有一个子空间，两个子空间，嘿，就是说 U 跟 W 的子空间这样，那它们两个的定义的合空间 sum 有没有 ？sum 好，这个它的 sum 嘿，就是U 拿出一个向量出来 ，V 拿出一个向量出来它们做一个很简单的线性组合，有没有？一个线性组合这样所形成的一个空间这样嘿。好，那么呢，我们再往下看哈，这个两个子空间的什么？两个子空间的合空间，我就把它叫合空间，有没有？叫做竟然怎么样呢？它是 some subspace， 它竟然也变成是一个什么？变成是一个子空间这样嘿。所以对空间结构很多条件，我们都是需要它满足这样。那一样，我就在这个空间里面呢，随便挑出两个向量出来，还再挑出两个这个存量。那我们要考虑怎么样？我要去检查它的线性组合。是不是仍然在 U 加 W 这个空间里头？是，它就是子空间。好，所以它呢就可以表成一个 U1 再加上一个 W1， 它可以加上一个 U2 再加 W2。这个各位同学一定要开始很熟练的去学会怎么去表达你的写法，这样。那很明显，这两个从哪边来的？从 U 来的。那这两个从哪边来的？是从W 来的。我们看到，嘿，好，那我们来考虑它的线性组合。进来，那重新按照 linear 这一个这个 combination 的那个条件弄一弄，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属于哪里？因为 U 是子空间，所以呢它的线性组合仍然在里头。那 W 也是子空间，线性组合也在里头，这样嘿，所以没问题所以呢最后可以看出来，也是有两个怎么样一个从 U 来的，一个从 W 来的一个线性组合，没问题。所以满足我们检查它是子空间的一个条件，这样嘿。所以这些手法，同学们就是慢慢的去熟识它的话，就可以很快的看到中间的各种变化。那我故意把它拉回来，怎么样？拉回来我们前面的那个量子的符号。假设说我来看到八维的空间 C8， 你们看到八维的空间这样嘿，那我就挑出八维的话，就是说我就随便挑出这一个三个基底所编制出来的子空间，三个基底编制出来的子空间，你们看出来？不要忘了哈。因为这个符号没有写出来，写出来太麻烦了。比如说，再复习一遍，这个点多少？哇，这个真难写。1、7、3、4、5、6、7，1、2、3、4、5、6、7、8，有没有？那这个的话，这个不要忘掉了哈，这等于是0、0、1、2，0，再来4个0，有没有？哇，这个很难写，太长了哈，这个是写不动，有没有？那这个6的话，就很明显看到最后只剩一个0。7的话就是0000001所以这个同学要开始记起来了嘿。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好了，就说我随便写一个 x 属于怎么样 U 加 V， 有没有？随便，随便写一个 U 加 V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的就是这个的组合嘛，这个的组合我们看到嘿，因为它是这个子空间的怎么样的一个向量。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怎么样？这个的话是这个的组合，有没有看到这个的组合？因为它是谁的？它是这个子空间来的嘛，来的有没有看到？所以很明显，那我就不去证明说它的 LC 跟 LI 的所以很明显就是由这6个向量所编制出来的那故意设计这个会给你2个意义，就是说很容易了解它们的线性组合的一个 combine 起来。那第二个再来复习一下我们前面这些符号，不要忘了这个跟量子空间有关的这些符号。好了，那这个公式又比较麻烦一点点我要花点时间来证明嘿，所以我现在就是要花点时间让各位来 counting 有没有嘿？好，这个是它的子空间，这个是它的子空间这样嘿。然后呢，这个就像我们高中不是讲说怎么样？比如说高中的时候不是
这个是一个集合，哦，高中国中就开始玩这个集合 A B 有没有？哦，那这个什么？这个是 A 交集 B， 对不对？那 NA 怎么样 ？NA 连集 B 有没有？这个数学公式不是等于 NA 加 NB 减去 NA 交集 B， 有没有？这个是以前我们在国中的时候常玩到的数学公式，有没有？哎，一模一样哎，长得很像，有没有看到？所以这个这个有点像我们的连集，有没有？但是它现在是和。好了，没关系呢，我们就开始来证明了哈。所以首先呢，我假设说这个是 P 维，好，那假设这个是 Q 维，好 Q 维这样嘿。然后呢，它们的交集假设是什么？假设是 R 维，R 维我们看到嘿，好。那我们知道说 U 交集 W 的话，很明显是 U 的子空间嘿。那 U 交集 W 也是什么？也是 W 的子空间嘿。那我就不要再做更细的推演哈，就说好了，直接的它是它的子空间，所以它有这个什么有 R 个，因为你假设它几维 R 维的嘛，所以就找一组 R 维的这一个基底出来，然后把它扩展成怎么样？这个是 U 的什么 U 的这一个基底哈，那跟W 的基底，哇，这个数学符号是很麻烦，但是你训练一次就会了哈，就会了哈。那结果呢？我要证明什么事情？我要证明这个第一部分有没有？这个是第一部分哈，这个第二部分，这第三部分，所以我就把第一部分跟第二部分，还有呢第三部分combine起来，竟然是这个的基底，有没有？要证明哇，好厉害！你们看到好厉害哈，所以那怎么证它呢？赶快来看它嘿。还是一样，第一件事情这么 LC 一样哈。假设说我 X 属于这个 U 加 W 里头，那一定会存在一个这个在这里面，一个在这里面有没有？使得它等于这个式子。那所以呢，我就把这个式子找出来了。哇，好长啊！这个打字有没有打错？你们到时候再告诉我了哈。这个打了半天啊，这个好了，不管了哈。这个打字，你看这个我的打字，有没有看到这样做出来没有？那做出来以后的话，我就把它带进来，但是没问题哈。你看，等于第一个的组合，第二个的组合，啊，第二个组合，那后面的组合到底对还不对哈？应该对的哈。这个我打字打到后来都会打瞌睡的，嘿，都打瞌睡，好，没问题。所以发现呢，就是他们的什么，他们的线性组合，好，你看这里可以看到它的线性组合有没有？那里面那个我记得在编这个假设的时候，都是我自己亲自打的哈。这个太多了，所以常常会打到快糊涂了哈。那再显成 Li，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在常考的数学证明的手法哈，这个只要训练个几次就可以了，是一样，一组等于0的系数。那我要证明这个系数只有等于唯一只有0而已，没有其他的。那怎么证它呢？好，就是我现在把这些全部证成它们都是什么样？都是等于0，好，就它等于0，全部都为0，我们看到好，那我就来组装啦，这是个绝招。这是个绝招哈，这个你要注意的绝招。我把它拆，好，这个绝招你看，我把它拆成这样的一个两部分，所以这是个绝招。这个绝招我们看出来。那这个你会发现这个绝招很好玩，就是说呢，从左边看看，右边看看，这是谁的线性组合？这个是 U 的线性组合，所以这个是属于哪里？这个是属于 U。好了，我不要把那个属于这个符号太难看的哈，就直接写怎么样？直接写成 U 就好。这属于 U。那右边看看的话，我不用 V， 但是我纯用 W 也可以。所以这个在哪里来的 ？W 来的。那同一个式子又属于 U 又属于 W， 那就表示说这个式子属于哪里呢？往下看哈。所以呢，我们就得到什么结果？得到这个式子这边我刚刚讲说，这个是属于 U， 这个属于 W。有没有？所以呢 ，totally 呢，它就整个式子属于什么？又属于 U， 又属于 W， 就是属于它们的交集。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再把那个交集拉回来。所以呢，那它属于它，好累哦，好累哈。再把它找一组系数，让它把它表现出来，再把它拉回去有没有？就得到我们这一个式子哈。得到这个式子，我们看到拉回去得到这个式子。可是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W 空间的基底啊，所以因此呢，等于0的话，这个系数都要怎么 goes to 0？ 它系数等于 goes to 0， 有没有？这个全部 goes to 0， 因为这个是按照基底的一个线性独立条件，没问题的，所以我这个答案写在这个后面。那它这一个我们就把它干掉了，它就等于0了，有没有？就等于0哈。好，那当然这一组的这一组就等于0，有没有？这一组等于0，等于我就把它带回去，把它带回去。带回去的话，你发现呢，后面这一排怎么样？后面这一排又是等于0。那前面这个式子刚刚讲它属于哪里？属于 U 啊。哦，那这个它又是一个什么？又是一个线性这个组合式子等于0的话，那势必系数全部要等于0。有没有看到？哦，很巧妙的数学逻辑的一个思维，有没有看到？那这样我们证完以后就发现怎样？全部的系数都等于0，那就告诉我说它是线性独立，它是线性独立哈，所以没问题，它是 Li。所以因此最后来盘点一下它的维度。等于 r 加 p 减 r， 再加上什么 q 减 r， 就等于 p 加 q 减 r， 那不就是我们这个数学公式了吗？有没有？这是很巧妙的数学证明的手法，所以你要稍微简单的去了解它怎么证法，这样吼。好，这个非常简单。话说它非常简单，但是中间有严密的数学证明技巧跟那个表现方式，你要开始要训练一下哈。这个不要觉得它很烦，因为几乎我们所有的理工要玩的东西呢，就是长这个样子。那有经过这样的一个严格的训练以后的话，我想各位的实力都会非常的坚强。这样嘿，好。